啊！我怎么就养了个不守妇道的东西，背着我跑去跟野男人苟合，还怀了野种，让我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，真是晦气！生来是个儿子，那又怎样？掐死扔外头！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当然是扔了，还能怎么样？一个杂种，在这个饿死人不偿命的世道，难不成还留着养吗？那是我的孩子，你凭什么这么对他？一天到晚就做这些下等人的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迟早有一天，我要当人上人，再也不做这种脏活累活。公子，醒醒！帮我，我会给你我的一切。将军，终于找到您了。您没事就好。敌军突袭，前方战事吃紧，还请将军回营中主持大局。知道了。去。战事平定之后，用尽一切办法找到拿我玉佩的女人。疼死了！劲儿这么大，就给一个馒头，睡得真亏。这玉佩一定能换不少钱，这婴儿细皮嫩肉的，看着也能卖不少钱。本将乃镇北大将军下属副将，现命你召集村里所有未婚女子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小人这就去办。我女儿真是有本事，出趟门居然捡了这么值钱的宝贝。赶紧给孩子喂点吃的，要是饿死，可就不好卖钱了。所有人都出来！镇北大将军的人来了！大人，都在这儿了。军营里的人来咱这儿做什么？听说有士兵违反军规，跟营外女子厮混，要抓住那个女子，跟士兵一同进猪牢。什么？所有人挽起袖子，抬起左手，谁没有手工伤，谁就是将军要找的女人。为何还不把袖子拉上去？李大人，数月前，大将军曾路过宁远村，丢了一样东西，你可曾捡到？大人，可是此物？正是。恭喜将军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大人，请跟我到屋内详谈。
这难道是小世子？正是。末将参见将军夫人，夫人千岁。这是我们大将军对岳母的心意，待夫人回到大将军身边，还有重谢。好。哎呀，我们家婉阳就是有本事，能被大将军看上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什么？婉阳被大将军瞧上了？哼，当然了，我们婉阳又不像你家那个残花败柳，怀个野种回家。我们婉阳带回家的可都是金疙瘩。凭什么他的女儿就是大将军夫人，而我只能带个赔钱货？他破了身子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倒不如卖了换一笔口粮。军爷，你们营帐中缺不缺那种能让军爷都乐呵乐呵的女人？怎么，你有？有。军爷说大将军营帐里缺个做饭的，你收拾一下跟着去，我可不会伺候你坐月子。在家也是被他虐待，还不如去军营里自力更生。好，我去。大将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当然，这不仅是大将军唯一的儿子，更是我朝的太子。我隐瞒皇帝的身份，御驾亲征，是为了与将士们同甘共苦，不为其他。这海棠花最称得，带回去想来他会喜欢。他生下我的儿子，这次回去我要封他为后。你在这等下。大将军对夫人可真好，那些绸缎可都是御赐之物，都送给夫人当衣裳。何止，世上只有一颗的夜明珠，也送给夫人当首饰了。大将军对夫人可真好啊！大将军到！这就是我的儿子。是啊，小世子天庭饱满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乖得很。小世子跟将军您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夫人呢？她生子辛苦，我要竭尽所能补偿她。夫人去沐浴梳洗，随后就来见将军。这是怎么了？也不知道为何小世子一直不喝奶，连夫人的奶都不喝。这样下去，小世子可就要活活饿死了。什么？传我令，即刻召集所有乳娘到中军大营，谁能让小世子喝奶，本将军必有重赏。这是哪儿？不是叫我来烧饭的吗？烧什么饭？你娘把你卖给我们当军妓了。什么？这件事我不知道，他骗了你们，我不会当军妓的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伺候好我们兄弟几个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放开我！不要！大将军有令，即刻召集城内外所有生育过的女子，为小世子挑选乳娘。我刚生完孩子，可以给小世子喂奶。姐，身为乳娘，需体态丰明、饱满圆润，其身应如玉枝暗香。太小了，不合格。过于干瘪，不合格。老奴从未见过如此丰仪之人，奶水充沛多汁，必能让小世子喝足奶。
你们退下，你跟我进去。为什么我对这孩子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？快喂，小柿子已经1天1夜没喝了。真的喝了。如果我的孩子还活着，大概也是这么大了吧。以后你就是小柿子的乳娘了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大将军马上过来。我给你我的一切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这里？莫非他是这营中的士兵？你果然和我想的一样漂亮。你一直在找我吗？我还以为那晚之后你将我忘了。我哪里舍得把你忘？前段时间战事吃紧，我腾不出时间。现如今军中安定，我便马不停蹄的来寻你。等等，军营里戒备森严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当然是大摇大摆进来，谁敢拦我？你疯了！此处可是中军大营，擅闯者死。你不能为了寻我连命都不要。那又如何？别说是中军大营，就连皇宫大院我也来去自如，因为我就是这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紧急集合的信号。什么？这支簪子你留着，仪式结束后，我马上来接你。啊，你这人！夫人，将军回来了，现下正在营中。快，我要去迎接大将军。大将军刚才就在这儿。怎么是你？婉英，怎么是你？放肆！夫人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？看清楚了，你眼前的这位可是大将军夫人。夫人，这奶娘乡下来的没规矩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这怎么可能？婉英，你怎么突然变成了大将军夫人？放肆！你什么身份，也敢质疑本夫人？夫人为大将军生下小世子，功不可没。你这贱婢，好大的胆子！怀孕生子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我为同乡，一起替将士们换衣。你若怀孕，我怎会不知？我怎会做换衣这种下贱事？你这贱婢烧糊涂了！来人，让她清醒清醒。我不是将军夫人，难不成你是？好好教教她，让她知道什么叫规矩体统。夫人教你规矩，你还不快跪谢夫人？婉英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我们以前可是同乡啊！我们以前是同乡，但如今我是镇北大军夫人，这军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而你还是个贱籍奴隶。你我之间是云泥之别，少来攀扯关系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刘婉英，你这是仗势欺人！是啊，我是大将军夫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惩罚你一个小小贱婢，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随意，明白吗？没错，整个军营皆以夫人为尊，夫人罚你是赏，杀你也是赏。你以下犯上，掌嘴3下，已经是夫人宽宏大量了。这不是将军的东西吗？你说什么？
将军，将军，你们说到哪儿了？将军这是新娶了夫人，半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将军与夫人如此恩爱，要我看，过不了几天又能再添一个小世子了。将军，不然将会议延后，您现在去接夫人。议事还有一炷香便结束了，我答应过他，一结束便就去寻他。奴婢不会看错，这的确是大将军之物。你这簪子哪来的？把簪子还给我！我问你话呢，回答我！军营中私相授受是要被箭猪笼的，我不能说出它来。这是我捡到的，何时何地，从何处捡的？我说不出来。我看是你偷的吧？这就是你选的好儒苗。夫人息怒，奴婢不知道这贱人手脚会这么不干净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大将军的东西你也敢偷啊！夫人，这女人品性如此低劣，我看肯定不止偷了一个簪子这么简单。你说的有理，你还偷了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若偷了这营帐一分财物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？云秀、云霜，给我扒了他衣服，本夫人要亲自看看。不要！回夫人，她身上没搜到其他的东西。婉英，再怎么说我们也是相识10几年的同乡，你为何要如此对待我？谁同你这个贱婢是旧相识，竟敢直呼本夫人大名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夫人，这蹄子会不会想偷些东西打扮自己，好勾引大将军？毕竟她是小世子的奶娘，以后难免要跟将军接触。嬷嬷说的有理，奴婢也觉得她是觊觎夫人您的地位，咱们不得不防啊。好你个恬不知耻的贱人，竟还想勾引大将军！把他拖到营帐外，我要所有人都看清他的贱样！不要！各位将士们，来瞧瞧，咱们这军营也是进了不干净的女人！来人，把她抓起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既然这么喜欢勾引男人，我就在你身上烙个奴字，让这军中所有将士看清你的真面目。夫人请安。不要！本宫今日便告诉你，就你这样，这辈子顶多留在军营里任人差遣，将他拖到中军大营。本夫人要亲自带他去见将军，只要将军见到你的脸，定会觉得恶心。走，立刻通知夫君，我现在就去见他。时辰到，你们都随我去迎接夫人。禀将军，夫人方才传信过来，此刻已经赶到帐外。发生何事了？这女人手脚不干净，偷窃大将军贴身之物，还企图勾引大将军，罪无可恕。你们都给我瞧好了，我今天就用她做个例子，以后谁敢得罪本夫人，这就是她的下场。刘婉莹，你在营中滥用私刑，是违反军规的。我是将军夫人，我的意思就是将军的意思。将军不听我的，难道听你的？就是，你该不会觉着偷了将军的东西就真成将军夫人了吧？大胆贱婢，偷东西也就罢了，现在竟都敢觊觎将军夫人的位置！贱人，我现在就要带你去面见大将军，让将军狠狠地发落你。来人，备马！刘婉英，你要干什么？军中有令，不得滥杀无辜，你这是在杀人！我堂堂将军夫人，就算是杀了你又如何？一会儿将军知道了，也只会赏我。刘婉莹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！你个贱婢！你就算诅咒我，也改不了你一辈子贱籍的命。你软糖棉，注定被我踩在脚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下见到将军，一定把你这个妄图冒充将军夫人的贱货凌迟处死。将军，妾身前来求见。夫人，这声音难道是？将军，妾身前来求见。夫人，这声音难道是？将军，妾身刘婉瑶见过将军。你是？妾身是您接回来的夫人刘婉英啊，将军您忘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将军，这位便是属下按您要求接回的夫人，她持有您的贴身玉佩，还抱着小世子，想必不会有错的。莫不是我当时认错了人？将军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声音是他。你想做什么？休想在将军面前胡说八道，闭紧你的嘴，不然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妾身正要同将军说呢，她是营中新来的乳娘，但这个贱婢一而再再而三以下犯上，不把妾身放在眼里，还手脚不干净，偷了营帐中的东西，您可要好好惩罚她。是啊，将军，若是放任此等品行不端之人在营中，怕是会影响将士们对您的信心，请将军从重处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倘若她才是朕一直要找的女子，那之前见到的人又是怎么回事？他偷了什么东西？将军，正是此物。放开他！将军，这贱婢容貌怕是会污了您的眼睛。你在教本将军做事，奴婢怎敢？正好要将军好好瞧瞧他那不堪的模样，断了他的心思。你把头抬起来！他居然就是镇北大将军，怎么回事？我的嗓子怎么说不出话了？将军，不是他，你偷了营中什么东西？从实招来！你不能说话。怎么可能？他方才还是能说话，定是想要装聋作哑博同情。将军，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是啊，将军，夫人带他来这儿，一路上都听见他的声音，怎么如今到您面前了就哑巴？必定是这贱蹄子耍手段。真的？将军，您若不信，大可问问这营中的将士，这一路上他们是不是听见他说过话？本女子并非哑巴，本将军面前竟还敢装聋作哑耍心机，说你究竟来此是何目的？不是的，我真的是突然失声，你信我。你如何证明你真的是失声，而非装哑？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证明。他这是要做什么？难不成是要以手握炭？这炭火滚烫，寻常人哪怕是指尖轻轻一碰，都会疼得死去活来。若是他用手握炭，剧痛之下也发不出任何声音，确实能证明他失声。不就是装可怜博同情，以为能糊弄上去，真是可笑。好，本将军姑且信你失声。我问你，这簪子从何而来？什么？那晚的人是我呀！真的是你？那晚的人是我，难不成阮唐明就是大将军一直要找的女人？阮唐明居然就是大将军夫人！将军，您莫要信他一面之词，他就是个下等的军妓，满口谎言，当不得真。军妓？我不是。是啊，将军，
军纪的话怎能当真？将军，不瞒您说，他叫阮唐眠，是我同乡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。只是他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不检点，如今他瞧我得了您青睐，便想着东市笑贫勾引您。夫人说的对极了，这贱蹄子偷走您的簪子，就是为了打扮好勾引大将军您。住手！一切尚未分明，怎能随意动用私刑？是，将军说的是。我还没问过你胸前是否有海棠花纹。什么海棠花纹？你没有？有，妾身自然是有的。将军，您说这话是在怀疑妾身吗？非也，只是其中疑点甚多，若想服众，只能当众验身，好让所有将士心服口服。将军，妾身再怎么说也是您的夫人，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宽衣解带？您这是要置妾身于何地？将军，您不要听信谗言，误会了夫人啊！将军，不如让嬷嬷带夫人去营帐里验明正身，一来能让将士心服，二来也不会有损夫人名声。住嘴，狗奴才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对我与将军的事指指点点？夫人误会了，属下是为了夫人的名誉着想，并无其他意思。我乃镇北大将军夫人，你不过区区士卒，用得着你来为本夫人着想？简直本帅！张副将同本将军出生入死，并非寻常士子。况且他所言所行，皆是为你着想，你何须恶语相向？将军，我是您的妻子，小世子的亲生母亲啊！怎能因为君纪的一面之词，便如此折辱我？自知来此事如此惊人，我就该带着孩子一死了之了。夫人，不要啊！夫人，不要啊！将军啊，夫人对您可是情真意切，若是执意因一人之言而要夫人验身，恐怕会伤了夫人的心呐。将军，先前从宁远村接夫人时，他手臂之上确实无手中杀，且手中持着您的贴身玉佩，所有弟兄亲眼所见。小上子也是刚出生，这些都是千真万确，抵赖不得的呀。原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刘婉英就想着攀龙附凤。是啊，将军，您就算不认我，也该认这玉佩吧。这玉佩本是阴阳一对，那晚我重伤之际被人所禁，也因此遗失了其中一块。如此看来，你的确是那晚的人。将军，您肯相信妾身就好。这不是我当时放在孩子身边的玉佩吗？怎么会在他手里？难道我的孩子也在刘婉英手里？小世子就是我的孩子。这玉佩是我的，簪子是你，玉佩是你，服侍将军的人还是你，你怎么不说小世子也是你生的？简直一派胡言！老婆子，我活这么大，就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怎么不说，这整个大夏都是你的呀？就是，空口无凭，居然还异想天开污蔑夫人。我看他就是想当将军夫人想疯了。将军，玉佩是我的，孩子也是我10月怀胎生的，那晚的人是我，这桩桩件件皆有人见证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肯信我吗？我并非此意。那就请将军赐死阮唐眠。请将军赐死阮唐眠。若刘婉英胸前有海棠花，我即刻就死，绝不挣扎。将军，若是夫人无法自证，恐怕难以服众。既如此，那便验了。将军，妾身说了这么多，你为何还是不信妾身？我就这般让你生疑吗？晚策，只要一验，便能还你清白。你若执意不肯，那便是心中有鬼，是在对本将军撒谎。不是，我没有，妾身所言句句属实。好，所有将士转过身去。是。若有人在此期间擅自转身，斩立决。
将军，您可是下定决心的人物。你我若本就是夫妻，也是迟早的事，不是吗？你在此地脱下外衣，只要你有，本将军便信你。今后你就是这军营中唯一的镇北大将军夫人。将军，妾身胸口有疤痕，还未来得及消退，您见了可会嫌弃？自然不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海棠花纹？这不可能！幸好当初瞧阮唐眠身上的海棠花纹好看，自己模仿一个，现在居然真的派上大用场。将军，这贱人从小嫉妒妾身，与妾身作对，妾身有什么他便要模仿什么，还要强行抢去，就连妾身身上的海棠花纹，他模仿就毁淆视听。与将军那一面，定是也被他瞧见了，知道了您的身份，所以他才异想天开，想理财求亮。原来如此，夫人，先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你可会生气？说哪里的话，你我本是夫妻，哪有嫌隙？不错，将军与夫人琴瑟和鸣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要怪就怪这个贱婢挑拨离间，无事生非。不错，这等居心叵测之人，若是留在军营，一定会让营中上下鸡犬不宁。将军，您可要好好替夫人出了这口恶气。不是的，他在骗人，这花纹是他模仿我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阮唐眠，你就算是将军夫人又怎样？还不是跟条狗一样被我踹倒在地？你的一切已经都是我的了。来人，将这冒名顶替的弃子拖下去，斩立决！斩立决！都到这时候了，竟还不死心！将军，这贱妇先前在营帐中几次三番质疑夫人的身份，侮辱夫人，一言一行都在说夫人配不上您，实在罪该万死。阮唐眠说的也对，毕竟妾身出身微贱，只是个乡野村妇，苗微媳妇，哪能与如此高贵出身的将军匹配？胡说！什么身份高低，这些只不过是身外之物。夫人在我眼中，胜过世间千万个女子。这世间唯有你才是本将认定的夫人。本将说你配得上，你就配得上。将军，这贱婢目中无人，对你不敬，便全权交给你处置，也顺道让营中上下看清楚，你就是我断策此生唯一的妻。是，来人，将这不知尊卑贵贱的奴婢拿下！本夫人要将他五马分尸，以儆效尤。没想到夫人是如此雷霆手段啊！五马分尸，我们行军多年还从未有过。是啊，在我军只会对叛徒处以等级刑。夫人的性情似乎与将军之前口中的印象有所不同。谨言慎行。将军，您意下如何？你高兴就好。段策，你可知眼前人非彼时人，我才是那个救你、为你生子之人。你可知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诡计？阮唐眠，看在你我同乡的份上，等你到地下，我会给你烧点纸钱的。动手！段策，若有朝一日你得知真相，可会后悔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小世子出事了！小世子出什么事了？不知怎么的，小世子啼哭不止，面色青紫，像是要喘不上气了。小世子哭这么久，定然是又饿又喘不上气。
小世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？已经有一会儿了。你怎么照顾小世子的？奴婢知错，奴婢无能。之前都是乳娘带的，所以奴婢不知道。乳娘人呢？将军，小世子只喝软糖绵的奶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人放下，给小世子喂奶。是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小圣子居然不哭了。将军，看来小世子十分依赖于他，此女子目前杀不得，那便姑且留着她的命，好好照顾小世子，以此赎罪。你这条命是因为小世子才留下的，今后谨言慎行，恪守本分，别再妄想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本将或许会饶你不死。听明白了吗？总有一天，我会把真相告诉你。把他给我拖到营帐里去。是。见过夫人。去给他看看，他伤势如何？回禀夫人，他面容遭受重创，嗓子也因吞咽泥沙被刮伤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是一时半会儿好不了，还是这辈子好？下官才疏学浅，若是治疗及时，或许能有治愈机会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恨我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们都退下吧。想必你很想亲口听见我承认真相吧？是，我承认，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，都是从你手上抢来的，包括你的儿子，你的夫君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我还不至于到谋害世子的程度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众所周知，大将军乃绝系之体，这儿子还是他此生唯一的子嗣，我是不会对小王府怎么样的。真的，只要你一直保持这种又哑又丑的模样，不跟任何人说出真相，我保证你的儿子平安长大。传本夫人令，从今往后，阮唐眠就是这整个军营最低贱的奴婢，人人得以欺之。将军，今夜由妾身来伺候将军，可好啊？当初与你初见那夜匆匆，总归是我对不住你。哪有？与将军的那夜温柔浅喘，妾身至今难忘。温柔浅喘，我被下的药性凶猛，怎么会温柔？奇怪，这温柔怎么感觉有些不对？将军，我们……我突然想起还有军务未能处理，你先歇息。不是，将军，我们……你现在进来是看我笑话的吧？滚出去！何林，本将命你再带人前往宁远村，问个明白。将军，您是怀疑夫人的身份？是，你速去速回。
遵命。所幸先前带了些治病的草药，还差几天，我的脸便能痊愈。等能说话了，我一定要亲口跟将军解释，揭穿刘婉英的谎言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小世子的乳娘。嘿嘿，别害怕，小爷是来让你爽的，来吧。你个贱人，居然还敢还手！夫人都说了，你是这营中最下等的贱婢。现在我让你当军妓，可是抬举你了，居然还不识好歹啊！与其被这种人凌辱，倒不如一死了。大将军，身为镇北军将士，竟干出凌辱妇女这等无耻周到，你该当何罪？将军恕罪。是这个奴婢故意勾引属下，属下才会一时失了分寸。是这样吗？将军明鉴，她是这营中最下等的贱婢，属下再饥不择食，也不会选择她呀，肯定是她使了手段。阮唐眠，你不会说话，在地上写字也不会了。将军，您看他心虚了，不敢解释，都是他淫荡无耻，耐不住寂寞，勾引属下，属下是无辜的呀，将军。荒谬至极！本将军方才目睹一切，已经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。来人，将这无耻狂徒拿下，重打100军棍。是，大将军，属下知错，属下知错了，大将军。为何不解释？解释？我现在解释有用吗？我之前解释过那么多次，你又有几次是信我的？这么说，过往种种，本将还是冤枉你了。别以为本将看不出你这以退为进的手段。拿去。你别有什么非分之想，本将军只觉得你衣衫褴褛的招摇过市，有傲关关罢了。我不需要你的施舍。你还不知道好歹？本将军要你拿着，你便拿着。你现在是小世子的乳娘，若是不能保重身体，如何照顾好小世子？段策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一定会亲口告诉你真相。夫人，大事不妙啊！方才营帐外，你说什么？将军把自己的贴身外套给了阮唐眠？何止啊！老奴亲眼所见，那阮唐眠在将军面前装的那叫一个无辜柔弱，对大将军秋波暗送，勾引的大将军都心软了。阮唐眠这个贱人，我就不该留着他这条命。你过来，本夫人要你去办件事。奴婢这就去办。阮唐眠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夫人，您真要对阮唐眠动手的话，小世子若是闹起来该怎么办？那就再去找新的乳娘。我就不信了，普天之下就阮唐眠一个乳娘。太好了，我很快就要恢复了。我来瞧瞧小世子。
娘是怎么当的？连小世子都哄不好。好烫！小世子是不是发烧了？夫人，夫人，您快来啊！怎么了？夫人，小世子高烧不退，您快请大夫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快看看，小世子怎么了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夫人，此香囊中含有穿心莲，最易引起幼儿高烧不退啊！什么？软糖棉是怎么回事？这香囊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。好你个贱婢，是不是你故意将香囊放在小世子身边，想要谋害小世子？不，你个毒妇！夫人好心留你一条贱命，你居然还不安分！你的脸居然恢复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他没有恢复的可能吗？属下才疏学浅，实在是不知道。不必为难大夫，我是自己治好。你能说话了？是，刘婉莹，既然你说我毒害小世子，那么跟我去见大将军，我们好好说个清楚。放肆！你竟敢同本夫人拉拉扯扯！来人，给我抓住这个以下犯上的贱婢！你们敢？你们都被刘婉英骗了，她根本就不是将军夫人，她只是一个冒名顶替的赝品。放肆！你敢污蔑我！大将军都承认我的身份了，你居然还敢质疑？你活得不耐烦了吗？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！可在宁远村查到了什么？回禀将军，属下去宁远村问过，村民都说对刘婉妖怀孕产子一事毫不知情。什么？怎么会？难不成真的不是她？宁远村还有其他女子怀孕生子吗？有，在宁远村未婚怀孕生子的女子只有一个，叫阮汤棉。你说什么？阮汤棉？村里的产婆亲口所说，做不得假。而且生完孩子当天，产婆便以未婚生子乃是不祥晦气的名义把孩子扔了。那岂不是？走，去夫人的营帐。嬷嬷，给我打烂他这张贱嘴！是。你敢还手？放开我！我要去见将军！见将军？你做梦！你药箱里带着药吧？夫人，您是要……你知道本夫人在营中的地位，重罚一个试图伤害世子的人，应该名正言顺吧？是，属下遵命。刘婉英，原来小世子发烧是你故意设的局，就是为了害我。没错，你现在知道这武器，也算明白了。这辈子都见不到将军！住手！住手！将军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回禀将军，阮唐绵意图谋害小世子，证据确凿，夫人正在处置他。谋害小世子？将军，您可来了！您不知道，若是我来晚些，恐怕咱们的孩子就被暗害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方才小世子啼哭不止，高烧不退，经下手查验，发现是襁褓中的香囊所致。这香囊异补异物，可是含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正是，此香囊中含有一味穿心莲，极易引起襁褓幼儿高烧、皮肤起疹等症状。将军，阮唐绵定是记恨妾身对他的责罚，所以伺机报复我们的孩子。求将军为妾身，为咱们唯一的孩子做主。我没有，虎毒不食子，我怎么会害自己的亲生儿子？你会说话？你的脸，将军，
先前在营帐中，你亲手将簪子交予我，您还记得吗？是你。方才你说你的亲生儿子是何意思？小少子是我所生，是我们的孩子。将军，我才是那晚之人。至于刘婉英，就是个冒名顶替、招摇撞骗的骗子。你含血喷人！我对将军之心日月可见，何来欺骗？将军，孩子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要信我啊！10月怀胎，你连换洗衣物都嫌脏嫌累，又怎么会不辞辛苦背负骂名，去生下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？阮唐眠，你什么意思？刘婉英，按照将军所言，那一夜他并未挑明身份。依照你的性子，你会将孩子留下，说出去也不怕令人耻笑。贱人，竟敢讥讽我！你竟敢拦我！刘姑娘，还请自重。你既说这孩子是你生的，你有何证据？就凭我敢滴血验亲，你敢吗？将军，我愿与小世子滴血验亲。若孩子并非我所出，我当场自断谢罪。刘婉英，你敢吗？可笑！我堂堂将军夫人，为什么要听你个贱婢的？说滴血验亲就滴血验亲，怎么，你怕了？闭嘴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将军，您不会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他既已经说到这种地步，可见他决心。滴血验亲，也无可厚非。将军，你言下之意就是不信妾身了。将军，夫人对您的心日月可见，您何必相信一个乳娘所说的话？孩子，早知我们娘俩被疑心至此，倒不如在村里自生自灭，不来这一遭。夫人，夫人，你何必如此啊？与其在此被姐子3番疑心，倒不如撞在这算了，也省得被人折辱。都是因为你这个挑拨离间的贱婢，到底什么居心？住手！敢在本将面前动手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奴婢知错，奴婢只是一时看不过去，奴婢该死，求将军恕罪。将军，连云霜都信我，为何你却不信？这个女人3番4次挑拨离间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究竟是谁挑拨离间，又是谁撒谎？一验便知，你又何必急着阻挠？你若不肯自己与世子滴血验亲，那就由阮唐眠跟儿子滴血验亲，也碍不着你什么事。将军，你若是执意阻挠，那便是心虚，欺上瞒下，可是要处以极刑的，你可要想清楚。我……何林，将小世子抱过来。来人，备水碗。盛上来。将军，请看。刘婉英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对不起，我竟被人蒙骗至此，对你恶语相向，百般折辱，还险些害你丧命，
简直是无地自容。将军之前所为，只不过是被有心人驱使利用，绝非本心。所以这不是你的错，无需自责。我因蒙昧而害你历经波折，你竟还是善解人意、善良宽宏。本将答应你，日后定会千百倍的补偿你，绝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孩子就算是阮唐眠的，也不一定是将军您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一定是有人在我生产之际故意调包了孩子，肯定是他阮唐眠。他与我不过一墙之隔，趁我生产昏迷之际，将他自己的孩子与我的孩子调包，轻而易举。什么？我已经去宁远村问过了，这段时间未婚生子的只有阮唐眠一人，根本没有你。阮唐眠就是个军籍，千人欺晚人牙的东西，怀孕生子再常不过了。他肚子里生下来的孩子都不知道是哪个男人的血脉，你自然查不出来。刘婉言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阮唐眠，你个兜长妇，故意趁机调包了我的孩子，还谎称自己的孩子是了，企图李代全场。将军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你以为本将军还会信你的鬼话？来人！属下在。将这冒名顶替的赝品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这贱人欺上瞒下，更试图谋害夫人，拖出去！是。将军，你不能因为看上了阮唐眠，就对他的孽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！杨少祖一定不是您的孩子，您别糊涂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夫人不是真的夫人，世子也不是真的世子啊！我不知道啊，夫人跟小皇子都是你接回来的，你能不知道吗？难道小皇子真的不是大将军的儿子？我的孩子不知道被阮唐眠调包去何处了，将军明鉴啊！按你所说，那这宁远村中为何无人知晓你曾经怀孕生子？我不过寻常普通女子，未婚生子本就是奇耻大辱，又不像阮唐眠这种做皮肉生意的厚颜无耻，是吗？我娘得知后便想要搭掉肚子里的孩子，是我以4相逼才得以保住孩子。为了孩子，我日日住在地窖里，才得以避过流言蜚语，妊娠产子。刘婉英，你这编撰桥段的本事，不去写画方子，真是可惜了。阮唐眠与营中将士私会，是我亲眼所见，难道将军也要装聋背哑吗？我确实见到他曾出入其他将士的营庄，将军的血统可不容混淆啊！将军，人言可畏，以讹传讹。我想请将军与孩子当众滴血验金，以正视听。不可，本将不同意。唐眠，你已经为了我与孩子受尽了委屈，怎么可能再要你滴血验亲？这是对你的折辱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。本将已经认定你，谁都不得从中挑拨离间。将军，若此时不滴血验亲，怕是将来后患无穷。一旦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将军日后跟小世子的隔阂可就不浅了。将军，我问心无愧，只求一个清白。罢了，既然你执意要如此，我便依你。备晚。这怎么可能？夫人是假的。你受苦了，刘婉英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
这是计划败露，准备逃跑吗？来人，将他拿下！将军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求将军原谅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瞒天过海，枉我如此信你！汤绵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错了，我该死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这一回好吗？放过你？你纵容嬷嬷丫鬟几次三番害我之时，可想过放过我？奴婢也是被这个女人骗了，所以才对夫人多有冒犯，求夫人宽恕。老奴该死，老奴知错，求夫人惩戒。汤绵，我那是害怕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真的。是啊，你当然不知道，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这泼天的富贵迷人眼，若换作寻常人，当然是会迷失自我。是，你说的是，但是你却是人性泯灭，欲置我于死地。阮汤绵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们好歹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啊，你顾念一下我们同乡之情好不好？同乡之情，邻居之义。你遣人斩剮我之时，可有想过我是你同乡？你骑马拉我游街拖行，毁我容貌之时，可曾想过我们是邻居？你欺上瞒下欲将我五马分吃的时候，可有想过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？你说我要怎么原谅你？拜你所赐，这皮肉被烧焦的味儿，我永世难忘。如此毒妇，若不施以重罚，难平众怒。来人，将这3人都抓起来！你不能杀我！我救了你儿子一命，你不能杀我！什么？阮汤绵，这孩子是我在村口捡到的，要不是我喂了点水给他喝，他根本活不到现在。我是你儿子的救命恩人，你不能杀我！村口？是啊，要不是你那个好娘把孩子丢了，我能有这机会冒名顶替？造成这一切的是你继母曹桂兰，不是我。我同曹桂兰的恩恩怨怨，到时候我自会找她算个清楚明白，与你无关。我不想再看到你这副面孔，给我滚出去！等等，他不能就这么被拖走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想放过他？他害你受尽磨难，多次徘徊于生死之间，承受了非人的痛苦与凌辱，就这么拖出去，岂非便宜了他？你的意思是？自然是要他五马分尸，挫骨扬灰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去？是。属下请求当行刑官。好。趁着昏死过去，行刑未免有些不人道，还是醒着等行刑吧，更为妥帖。夫人，您觉得呢？那就辛苦何校尉了。不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，我不想死！放开我！阮汤绵，我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将军，奴婢是被蒙在鼓里的，求将军网开一面，不要赐死奴婢。将军，你就看在老奴了你10几年的份上，放老奴这一回吧，求您了。夫人，老奴真的知错了，老奴这就自罚。你们2人助纣为虐，但念及是被刘婉湖欺骗，免于死罪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各去领100军棍。卑职办事不力，请将军责罚。是该罚。你看看，你都办的什么事儿？捅出多大的篓子！张副将，莫要落井下石。这差事若是交由你，未必不会找错人。我自然不会找错人。那刘婉英，我一瞧见就觉得不对劲，只是说不上来而已。马后炮。刘婉英有将军的贴身玉佩，又有孩子，
换作是谁都会错认。将军，李副将乃是无心之失，不知可否从轻发落？夫人开口求情，我哪有不遵命的道理？去领外头20军棍，此事便不再追究了。谢将军，谢夫人。唐眠，今后我会好好照顾你，护你一世平安。你可愿意再原谅我一次？自然是愿意的。嘿嘿嘿，将军英明神武，夫人温柔慈善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！你兵练了吗？还杵在这？自然，我都围着山丘跑了20几圈。这个不解风情的愣头青。唐眠，我夫人她如何了？夫人生产后未能得到充分养护，还历经坎坷，身体亏损过多，得精心调理，用最好的药。军营里若是没有，就派人去寻，不惜一切代价救回夫人。是，属下这就去给夫人配药。夫人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还好，让将军挂心了。大夫说你身子太虚，得补补，先喝点粥，垫垫肚子。我帮你更衣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们是夫妻，这有什么的？我满身的伤痕，恐怕会让将军见了失望。我配不上将军。本将军征战沙场多年，身上的伤痕比你多上数倍，你可会嫌弃我？怎么会？这也是我的答案。奴婢见过将军夫人，夫人万福。唐眠，日后在这军营中，你便是最尊贵的女人。夫人的命令，就是本将的命令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谢将军厚爱，只是在这营中，我能得将军护佑，日后班师回朝，传扬出去，将军夫人是最低贱换一婢，还是会让将军蒙羞的。夫人多虑了，别说回朝，就算是放眼整个天下，我段策认下的妻子，无人敢异议。什么？你们将东西放好，退下吧。是。将军这是要做什么？拆开看看。这是穿过浴血。将军，您是皇上。参见皇上。朕隐瞒身份御驾亲征，是为了与将士同甘共苦，稳定军心，并无其他意思。我依旧是镇北大将军，你的夫君。班师回朝之后，我定告知天下，封你为后。唐明不敢妄想皇后之位，只求能与将军白头偕老。我们一家人永不分撕。你历尽千辛产子，又饱受磨难才与我相认，皇后之位，非你莫属。不是唐面推脱，而是我的出身，怕是会让皇上您为人诟病之极。你若是怕换一女身份被指指点点，大可不必忧虑，朕会处理好一切，叫朝中那些迂腐白官悉数闭嘴。并非是这个原因。那是为何？先前从未告诉皇上，我其实并非宁远村之人。哦，那你家乡何处？我祖父
宁阮吉文，是我朝前首辅，亦是罪臣。阮吉文，朕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祖父为保阮家一脉，在狱中自裁谢罪，而我则跟着父亲藏在了永允村。陛下，唐绵确为罪臣之后，但我相信祖父是清白的。当年文字狱，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你如何确定？父亲曾说，大理寺从阮家搜出了意图谋反的诗册，因而触怒圣上。可我祖父武将出身，生平最不喜欢舞文弄墨。再者，即便我祖父意图谋反，他手握重兵，直接反了便是，又何须收藏此等诗册？手握重兵，首辅，莫不是跟萧家有关？此事朕心中有数，一定必会查个清楚。何林，属下在。你即刻遣人回京，命大理寺的人调出20年前首辅阮夷文的案卷。待朕班师回朝之后，要亲自调阅。是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再被污蔑，更不会咱们的孩子永远是罪臣之后。多谢将军。那个将军夫人，小世子方才又哭了，应是饿了，我过去看看。我们一同过去。张副将，我还没抱过小石子呢，给我抱抱，给我抱抱，我抱抱，给我抱抱。哎，去你的！排队行不行？我在你前头，要抱也是我先抱。你都没成亲，能抱得好孩子吗？张全，你5大3粗的，当心摔着小世子，给我抱抱。不行不行，你伤都没好全，抱娃娃肯定不稳，你才容易摔着小世子呢。怎么突然哭了？不是饿了就是尿了。啊！诸位辛苦了，孩子给我抱吧。你看，小狮子笑了。这孩子自从夫人回来后，就谁都可以抱，看见谁都笑，聪明得很。对了，小世子是不是还没起名字？是啊，将军，您快给小世子赐名。夫人，来起吧。你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的名由你来取最合适不过。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，不如就取昭字为名，将军觉得如何？昭，段昭，好，好，我段策的孩子就叫段昭。将军，我还有一事，想请将军同意。何事？我从宁远村长大，深受宁远村村民恩惠。如今我今时不同往日，自当回报村民当年养育之恩。夫人言之有理。李副将，你速速去准备厚礼。本将要同夫人一起回宁远村，封赏宁远村众人。是。报！启禀将军，敌军突袭我军，前线告急。什么？已经攻下我们2处驻扎地了。召集众人，随我出征。是。等我回来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战场刀剑无眼，你千万小心。没事。夫人，按照您的要求，给宁远村各家各户的封赏礼物都在这里了。辛苦李副将了，下午我先行去宁远村，你们随后再来。夫人，您只身前去，会不会不安全？宁远村是我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，怎么会不安全？夫人，
此为我军召集信号的穿云箭，您只身一人前去，若遇到危机，向天发射，属下会立刻领兵前去。好。谁呀？大清早吵人睡觉，不想活了吗？曹姨娘，许久不见。阮唐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怎么不能回来？你在军营里伺候军爷，还有这功夫回来呢？果然，当初是你故意骗我去营中，想要我当军妓。是啊，你这种残花败柳去当军妓，不正好吗？我看你当的挺好的啊。我在军中并非是当……我父亲的事情，曹桂兰应该知道什么。若我贸然以现在将军夫人的身份质问她，曹桂兰定然不会说实话。行了，你回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爹当年曾经留下过一册书卷，不知道现在在何处。什么书卷？那个痨病鬼的东西，我早扔的扔，烧的烧，肯定没留着。不可能，那书卷里夹杂着这间房子的地契，你不可能扔掉。这贱蹄子难道是特地回来抢房子的？不行，我可不能让他得逞。我说没有就没有，你烦不烦？赶紧走！我此番前来只为了书卷，并不是为了争什么。桂兰，谁啊？柴叔，你们什么时候勾搭成奸的？说什么呢你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跟老柴什么都没有。桂兰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之前难道不是你跟我说的？你跟我好，这房子咱俩一人一半吗？什么？这是我爹的房子，你凭什么给旁人？你爹都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，骨头埋在地里，怕是都散架了。我难道还管你爹？我呸！这房子眼下就是我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怪不得将我卖去军营，怪不得看见我回来如此心虚，原来是早就有了这打算。你想怎样？我这就把你跟他的丑事宣扬出去，叫村里所有人看看你可憎的真面目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别乱来，不然你后果自负。你还威胁我？你不过就是个伺候士卒的贱蹄子，有什么能耐来威胁我？曹桂兰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个贱人，居然敢咬我！桂兰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丫头？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，当然是送她去死。那不然呢？难道等他发现我们二人的事情，身败名裂吗？可这光天化日之下杀人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我们岂不是大祸临头？你怕什么？我先前同村里的人说，他去外地谋生路了，好些时间回不来。他今天就算死在我们这院子里，也无人知晓。再说了，她是阮康城唯一的女儿，只要她活着一天，这房子就有她一份。你得为咱们未来想想。曹桂兰，今日你若敢动我一分，定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小娼妇，我死到临头还敢咒我？之前把你卖到军营去是老娘对你的恩赐，现如今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找死的，别怪我。老柴还不动手？他死了，房子就彻底是咱们俩的了。曹婶在家吗？曹婶在家吗？哎，在呢。村长，您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宁远村有桩大事，大将军夫人要回宁远村省亲，要封赏我们宁远村。是吗？姓柳的命可真好啊，怎么就生了个当了将军夫人的凤凰？听说还给我们每家每户都准备了厚礼，所以特意来叫你去村口集合等赏赐呢。好
好，我收拾下就去。老实点儿，别妄想有人能救你。老实点儿，别妄想有人能救你。里边是什么声音？有人？没人，哪里来的人？肯定是这附近的野猫，我等下去打死。给我过来！想往哪儿跑？救命！唐眠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曹桂满跟他的情妇勾搭，想要害死我，好独占我爹的房子。什么？哎呀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常言当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件事本来不想闹得人人皆知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想我曹桂兰累死累活这一辈子，膝下就阮唐眠一个女儿，不求她能飞黄腾达，只求她本本分分做个正经人。谁曾想出了这么丢人的事儿啊！此话怎讲？先前我以为唐眠这丫头是出去做正经生意了，结果是勾引老柴不成，便想着敲诈勒索老柴，老柴也是没了办法，带着阮唐眠找上门来。曹桂兰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老柴，你说。阮唐眠她突然说要嫁给我，我一把年纪无儿无女，自然高兴答应了。没想到啊，她竟然是勒索我的，简直是信口开河。我已有夫婿，何须勾引你这种人？你哪里来的夫婿？军营里伺候士卒伺候来的？什么伺候士卒？唐眠，你该不会……没错，他就是去军营里当军妓了。你好歹也是我瞧着长大的，怎么能做这么丢人的事情？二位有所不知，镇北大将军军营中最忌讳这种军妓，他这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赚银子。若是要将军知道了，我们整个宁允村都会受牵连。什么？那可如何是好？马上大将军夫人就要回来了，要是让他瞧见我们宁允村出了这么个败辈，岂不是让我们全村都颜面扫地？村长，趁夫人还未到，咱们先处置了这小贱人，将功补过。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对付这种不知廉耻的小贱人，就应该当众点天灯。点天灯？什么是点天灯？就是倒点人油蜡，将犯事的人用麻布包裹，泼上油蜡，头下脚上拴在一根挺高的木杆上，从脚上点燃。你这贱皮，毁我宁远村声誉，可就得这么办。10几年的相遇，你要因为曹桂兰的话而对我点天灯？怎么不服？村长，你若是信了这对狗男女的话，将我处刑，只怕整个宁允村都将跟着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吓唬谁呢？村长，您快做决定吧。若是让将军夫人看到了，没了赏赐，可是得不偿失。就照你说的办吧。村长，你自己不知廉耻，也别怪我无情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留情面了。他这是做什么？虚张声势罢了，难不成他还能搬救兵来？就是，他是去军营里当最下等军妓的，又不是去当将军夫人的，能有什么能耐？曹桂兰，倘若我告诉你我就是将军夫人，你又当如何？阮唐眠，你可真是撒谎也不过脑子。将军夫人刘婉莹是在咱们众目睽睽之下被接走的。你现在说你是将军夫人，你要是将军夫人，我就是皇太后。执迷不悟，将阮唐眠拿下，押去村口。村长，我真是镇北大将军夫人，你若不信，遣人去军中一问便知。你是将军夫人，那刘婉丁又是什么？她可是李副将亲自认定的。刘婉英是冒名顶替，就连她那孩子也并非她所出。你是不是要说孩子也是你的？做什么青天白日梦呢？你的孩子我早就弄死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将军夫人快要到了，时间耽误不得，赶紧带走。你们会后悔的。将军，夫人出事了。什么？夫人执意只身前去宁远村，属下怕她发生意外，赠予了她穿云箭。方才看到穿云箭的信号，想来夫人定是出事了。什么？去宁远村？这不是那个阮家的阮唐眠吗？他怎么了？说起来都怪我这个母亲教导无方，竟教出一个去当军妓的女儿啊！什么军妓？这真是给我们宁远村丢人啊！宁远村清白了几辈子的名声，都要被他玷污了。先前未婚先孕，我们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如今竟还做起这不知廉耻的勾当，简直天理难容。村长，快行刑吧！等下将军夫人来，若是瞧见了，可不好了。没错，行刑！阮唐眠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枉我对你们感恩戴德，你们竟如此狠心！我告诉你们，我才是真正的将军夫人。你们今天的作为是在自掘坟墓。我告诉你，我才是真正的将军夫人。你们今天的作为是在自掘坟墓。他说什么？他是将军夫人？疯了吗？将
将军夫人不是刘婉英吗？死到临头不周的呗，有谁会信她？就是，婉英可是当着全村的面被接走的，她才是真正的将军夫人。你说你是将军夫人，你可有证明？等我夫君赶到，自会证明我的身份。阮唐明还有夫婿的，他不是未婚先孕吗？哪来的夫婿？村长，您可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在拖延时间。他一个任人践踏的破鞋，能有什么夫婿啊？就算是有，充其量就是哪个虾兵蟹将，配他这下等军纪正好。村长，您要是再犹豫，万一将军夫人看见这一切，收走对咱们的封赏，可不好。说得对，别犹豫了，如此，立刻举行。这就是我感恩多年的村民，为了区区封赏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便要将我点天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按照诸位乡亲意愿，对阮唐绵处以极刑，以正视听。村长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奉劝你，三思而后行。此刻收手，一切都来得及。若是等我夫君来了，你连后悔都没余地。你以为老夫是吓大的？不敢，我只怕村长有眼无珠，被人蒙蔽，一朝行差踏错，最后落得凄惨下场。这个小娼妇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居然还敢口出恶言，辱骂村长，可见这女子心肠有多歹毒。冥顽不灵，动手！来人，破了！今日我宁远村出了一桩丑事，阮家女阮唐绵不知检点，私作军机，误我宁远村门楣。今日诸位在场，处以极刑点天灯，以正我宁远村清明。那一天，我把你丢神仙难救，你死定了！阮唐绵，你的时辰到了，下辈子做个清白之人。住手！谁敢动我夫人？大将军，大将军怎么会来这儿？是啊，不是说来的是将军夫人吗？唐绵，你怎么样了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大将军夫人用刑，都不想活了吗？什么大将军夫人？阮唐绵是我们大将军夫人。这怎么可能？将军夫人不是刘婉英吗？怎么会变成阮唐绵？刘婉英冒名顶替将军夫人，早已伏诛。老夫有眼无珠，错把将军夫人当成下等军妓，还请将军海涵，请把将军原谅。本将捧在手心的你们竟敢对他动辄打骂，简直罪无可恕。来人，将他们全部羁押，听候发落。是。是。我来迟了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会替你讨回公道。枉费夫人心心念念你们，还挨家挨户为你们准备厚礼，一群白眼狼！小的知错，求夫人网开一面。唐绵，念在我从小看你长大的份上，饶过我们这次好不好？你从小看我长大，不也放任村民将我点天灯吗？若非我夫君及时赶来，我的下场怕是早就是尸骨无罪。唐绵，我们都是听了曹桂兰的挑拨离间，并不是有意要为难你。老娼妇，黑心烂肺的下作东西，居然敢坑害我们！将军，曹桂兰强占我爹的屋子，与人私通被我发现，反而颠倒黑白污蔑于我，还请将军发落。李杰，将曹桂兰拿下，拖出去乱棍打死。是。李副甲，其余人以下犯上，滥用私刑，该如何处置？按我朝律令，杖责50，流放岭南。辛苦你处理这些人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报！启禀将军，朝中大理寺传来急报。唐绵，你看看，是你听了会高兴的消息。我阮家一案查清楚了，想来是当初萧元景为了上位取而代之，而对你们阮家痛下杀手。为一己私欲而害我阮家满门，简直禽兽不如。现如今物证齐全，只需再有一人证，便能坐实萧家的罪名。等回京之后，我会再派人。将军有心助我阮家翻案，唐绵心中感激，但这仇得自己亲手报才痛快。你心中可是已有对策？我会叫那最后一个人证乖乖走到将军面前。娘娘，贵妃娘娘，皇上回宫了。皇上回来了，圣驾到哪里了？快到神武门了。那还不替本宫更衣？本宫要亲自去迎接皇上回宫。皇上并非孤身一人回来。你说什么？皇上身边带了一妙龄女子，都安排进芳菲殿了。岂有此理！本宫只不过没在皇上身边一段日子而已。什么贱人都敢钻空子勾引皇上了？
走，随本宫去看看。参加皇后娘娘。未央宫尚未修缮好，只能委屈你在这芳菲殿先住一段时间。只要能跟皇上在一起，臣妾在哪里都不觉得委屈。臣妾还有一不情之请。你说，只要朕能做到的，朕都会为你办到。皇上您封我为后，按理来说统辖6宫之权应在臣妾手中，但臣妾对宫中之事并不了解。听闻宫中一直都是由萧贵妃协理6宫，不如就请她暂代中宫之职。萧家害你阮家满门，朕此次回宫，若是坐实此事，便是要废除萧揽月贵妃之位。你为何又要赐她如此大的权力？皇上，欲使其亡，必先使其狂。臣妾说过，会让这最后一个人证乖乖自投罗网。萧揽月就是这最后一人。原来如此，好，都依你，去命人拟旨，赐萧贵妃暂代中宫之职。是。朕得先去上朝，回来再陪你。娘娘，奴婢名叫素心，是这芳菲殿的宫女。今后娘娘在这殿中皆由奴婢贴身伺候。娘娘舟车劳顿，不如去榻上歇息片刻。怕是还歇息不了，我们这芳菲殿马上就要有贵客临门了。娘娘说的是贵妃驾到。你就是皇上称前线带回来的人？是，我叫阮。放肆！贵妃娘娘面前竟敢自称我，不称奴婢。贵妃娘娘，我家主子并非奴婢，而是……你要干什么？见了贵妃娘娘还不下跪行礼，还敢出言质问？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？难道宫里的规矩就是不分青红皂白，滥用私刑吗？我们贵妃娘娘宠冠后宫，无人敢不从，她便是这后宫的规矩。贵妃娘娘说什么便是什么。她是娘娘，你们不能这么对她。娘娘，娘娘，皇上难道说要册封你？是，你如今这么对我，若是等皇上下朝回来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可笑，你不会以为自己得了皇上一时心情，封个什么贵人的，就能一步登天了吧？常嬷嬷，教教他规矩。是，咱们后宫呢，以皇后为尊，若皇后未封，则以贵妃为主。后宫所有妃嫔宫女，都交由贵妃生杀命夺，明白吗？本宫不管你用了什么狐媚手段勾引皇上，但进了这皇宫，就是本宫说了算，就得守本宫的规矩。我还以为这皇宫高墙是什么威严谨慎的地方。连你们这些人头猪脑的东西都能作威作福，确实是我走错了地方。放肆！竟敢辱骂本宫！给我狠狠地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婢！合欢，是。贵妃娘娘，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，求贵妃娘娘息怒，不要再对主子动手了。什么东西？贵妃娘娘跟前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去找皇上！不知分寸的奴婢，给本宫拖出去！是。皇城重地，你们怎敢如此无法无天？贵妃娘娘乃将门之后，萧家嫡女，其父乃是当朝首辅，手握重兵，在朝堂上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别说处死你一个贱婢了，就算是诛你9族，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首辅，阮家被抄家了。可是阮家之后的新一任首辅，不错。先帝念本宫父亲检举阮家有功，特封为首辅，怎么有异议？怎么会？当今首辅萧元简曾是阮家的门生，若非他检举，我们阮家也不至于落到此等状地。那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能是什么人？顶多贱婢一个。我本名阮唐眠，前首辅阮一文是我亲祖父。原来是当年那条漏网之鱼啊！一个罪臣之后，居然还敢出现在京都，胆子不小啊！
阮家是冤枉的。萧揽月，我阮家之所以沦落至此，都是因为你们萧家放肆，满口胡言。皇上，贵妃冲进芳菲殿，对皇后娘娘动手了。果然，萧揽月要露出马脚。带上大理寺卿，立刻摆驾芳菲殿。怎么，心虚了？你有何证据？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我定要治你个诽谤污蔑之罪。此番进宫，自然是有备而来。我早已收集了你萧家栽赃构陷之罪证，呈与皇上看了，你就等着皇上的废除圣旨吧。不可能，你在胡说八道！圣旨到！难道是废除圣旨到了？众人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贵妃萧氏出身名门，久居深宫，念中宫无主，特赐暂代中宫之职，统华六宫，钦此。臣妾领旨谢恩。果然，皇上最信任宠爱的人还是我。恭喜贵妃娘娘，您如今在后宫的地位可是后宫第一人了。贵妃娘娘大喜，景阳宫大喜，保不齐再过段日子，贵妃娘娘就要变成皇后娘娘了。常嬷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可是擅自揣测盛会。老奴只是说了些真相，忠言逆耳了，娘娘。阮唐冕，你不是说皇上废除本宫吗？看来皇上压根没把你的话放在心上啊。萧家在前朝根基深厚，贵妃娘娘又深得皇上宠爱，怎么会因为这贱婢的一面之词就怀疑萧家呢？不错，萧家乃是前朝第一世族，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货色，说几句废话就能轻易动摇的。你看清楚，皇上压根不信你的话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皇上误会了，我要去找皇上亲自说清楚。不安分的东西，还想走？难不成你还想到皇上面前告第二次状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娘娘，你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，要我看，直接在这儿了结了他，省得他再兴风作浪。没错，娘娘，俗话说得好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。若本宫没记错，阮家只留了你这么一个闺女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说本宫若是在此刻杀了你，再将你的尸首扔进乱葬岗，死无全尸，那这世上可就没有任何事能威胁我萧家。四无对证。萧揽月，你承认了是不是？我阮家一案，你萧家就是主谋。是啊，阮家文字狱一事就是我父亲的手笔，那又怎？你能拿本宫怎样？谁叫你那老不死的祖父处处压本宫父亲呢？让我父亲永无出头之日。我祖父对萧元景可是有知遇之恩，你们怎能如此恩将仇报？什么恩将仇报？官场争斗历来如此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本宫倒是十分敬佩我父亲，能如此破例，当机立断，干净利落的收拾掉阮家。别这么瞧着本宫，本宫再告诉你一句，那份诗册是本宫母亲亲手抄阅，是送你阮家下地狱的催命符。你个毒妇，你们会遭到报应的。说完了吗？本宫这就送你下去，让你一家团聚。你敢？本宫有什么不敢？本宫已经统辖整个六宫，位同皇后，处死你一个没名没分的贱婢，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是吗？你没事吧？皇上来得及时，臣妾自然无事。辛苦你。萧揽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朕的皇后动手！
皇后，她居然是皇后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臣妾不知她的身份，她对臣妾出言不逊，又侮辱臣妾母家，臣妾一时气急，所以才动手的。皇上明鉴。若是皇上没听到方才的话，想来也不会怪罪于我。不知皇上是何时来到这芳菲殿的？在你将萧家罪过一一叙述的时候。萧揽月，你可知罪？臣妾知错，一时失言，请皇上宽宥。一时失言。是，方才臣妾所言都只是气话，都是这贱人有意引导，陛下您万万不能信他呀！臣妾的母家在前朝为皇上鞠躬尽瘁，嗣而后已，绝对没有做任何欺君罔上之事。鞠躬尽瘁，嗣而后已，是吗？启禀皇上，关于阮家旧案的疑点，微臣已搜集完毕。萧元简曾为阮齐温元省，常怀才不遇，极恨阮家得先帝青睐，未能取而代之，而将某反失策藏于阮家书房，栽赃陷害，亲为口供如上。皇上，这绝对是诬陷！臣妾父亲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，皇上明鉴啊！朕方才在门后听得一清二楚，难不成朕已诬陷于你？现如今人证物证齐全，你即便巧舌如魂，也抵赖不了。是你设计的，是不是？不错。阮唐年，你好歹毒的心思，原来是挖了个圈套，让本宫钻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萧家若是真清白无辜，我就算设计1000万个圈套，你也钻不进去。李将军，构陷重臣，欺君罔上，该当何罪？按我朝律例，破脸9族，秋后问斩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这都是你们萧家欠我的。皇上，臣妾为皇上管理后宫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且不求您能念及旧情，只求您饶恕臣妾的母家。臣妾甘愿受死。太迟了，你们萧家在前朝祸乱朝纲多年，外头早已物议纷腾，朕怎么可能轻易放过？是非对错，大理寺自有答案。来人，将萧贵妃连同萧家众人押入大理寺，听候发落。是。皇上，臣妾陪了您6年，您怎么能如此不念及旧情啊？皇上，祖父、父亲，你们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。